嗨，大家好。今天持续的晴天啊，应该是阴天，就是不下雨。所以呢，趁这个机会啊，见缝插针的还是要出来骑行一圈。在温哥华的冬季啊，下雨呢是常态啊。不下雨的时候呢，就得出来活动。今天呢，我继续前往埃德蒙兹地铁站，搭一段地铁。就是前2天啊，去骑行的时候跟大家说的，我要去一下 Surrey， 这座我们耳熟能详啊，但是确实有点陌生的一座城市。虽然根据我所知呢，Surrey 属于大温哥华地区啊第2大城市，它占地很大，有370多平方公里，但是人口呢，应该也就是50多万，所以还是一个地大人稀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呢，前几天有一个重要的新闻，美国的总统啊，宣布美国也要建高铁了。据说第1条呢，就有可能啊，从这个西雅图到温哥华跨国境的一条高铁线啊。那以后的想法应该是要沿到Portland，然后继续呢去到洛杉矶，也不一定啊。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雄伟的计划，但是呢，大家说你就听听就好，因为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够实现啊。好，现在呢又来到了 Edmonds 这个地铁站啊，我们还是坐地铁、骑单车出行比较实在一些。今天呢，应该是到对面站台上坐车，所以必须要从这个电梯啊上去。好，现在呢已经来到了2楼，然后呢到那头还要再坐电梯下去，稍微有些啰嗦啊，但是呢这是必须的。在这个站台上呢，屏幕显示啊，它有2条线，或者说1条线2个方向。你看，下一班呢并不去 King George， 不是去 Surrey 的 Center， 而是去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就是转到 Simon Fraser 那边去了。所以呢，我还得再等多1班车。加拿大这边的很多城市啊，就那么奇妙。你看，好不容易建了一些高楼，这个车站边上啊，但是呢，他们跟车站好像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更有意思的呢，是这些楼房底下没有商业设施，所以每个人呢，到这个车站只不过就是搭乘一个交通工具啊，然后去上学、去工作、去购物。
但是他们就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地铁的上盖变成一个集交通出行、生活购物然后呢娱乐等等设施于一体的这么一个大社区。也可能呢是因为从经济上考虑因为这边实在是人没那么多撑不起来这么一个社区，或者你要强行建设一个大社区的话呢，恐怕你要付出代价就太大了，成本上划不来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还是一些文化的因素就大家还是喜欢在一个不太热闹的地方作为自己的一个居住区。车呢虽然来了但不是我要乘坐的车，所以我要让它过去，再等下一班。我看这个车呢应该是升级过的版本，跟那个旧的车厢来比看上去要干净流线型一些这趟车走掉以后还有2分钟就可以迎来到 King George 到 Surrey 去的地铁了，在这边静待片刻你看对面那个车型呢就显得是稍微老一点的车型，我看这个油漆应该刷过好几遍了趁着车还没到跟大家闲聊几句。昨天呢我就搭乘着地铁从这个站一直去到了 Chinatown， 在那边下车以后呢我就一路骑穿过温哥华的 Downtown， 然后呢去到了 Kitsilano， 重温了一下那边的滨海的非常漂亮的风景然后从那边呢一直通过一个又一个的 beach 去到了 UBC 大学，然后呢从那边呢又搭乘 bus， 然后我第一次把我的单车呢放到这个巴士前面的那个架子上大概每一辆巴士呢前面那个架子可以放2辆单车，结果我还不知道怎么搞在司机的指点下当然也顺利的放上了架子，然后呢又回到了29街的 Skytrain 的车站，从那边呢再骑回来。结果很神奇的是从这边出发就花了一张票价就到了Downtown这边收费，其他的呢回来居然巴士都没有收钱可能我骑得比较快总共没够90分钟吧。好，现在车来了，我要上车了。Train to King George.感觉这个车的款式比较新一些，它的车厢的布置这个有点不太一样The next station is 22nd Street.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Train to King George. The next station is New Westminster.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一转眼呢，已经经过了2个站，现在呢来到了 New Westminster。这个站呢，我上次专门上过车，推着我的单车来的。在这个之前呢，我就没有坐过这里的上线了。Train to King George. The next station is Columbia.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Passengers towards Logie Town Center and Production Range University, please change trains at this platform. 现在这个站呢是哥伦比亚，以前应该没来过的。现在呢，这个地铁过河了，有这边好几条这个桥。The next station is Scott Roa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Gateway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我呢已经提前下车了，应该说提前了2-3个站，但是我因为看到前面已经有高楼了，我就想着我怎么能够骑车直过去。这个车站好像还在维修，我要去找到下去的电梯才行啊。车道很多啊，一个接着一个。一个站台呢，好像只有一个电梯可以推着车下去，所以我从那头来到了这头啊。好，现在呢就来到了街上了。University Drive， 这个地方呢，因为有那个 Simon Fraser 的一个分校啊，看看到底在哪里，要怎么走啊？反正无所谓。就感觉这边呢已经像一个新的town了啊，我就想顺着这个 SkyTrain 的轨道啊一直往下骑。SkyTrain 车站呢也起了一些高的楼房，再往前呢就有更多了，应该再往前就是 Surrey Central 中心啊。Surrey 这个地方呢很神奇的啊，一个是它占地面积非常的大，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地方啊，相对而言啊，就是好像它并不在这个大多伦多这个区域里面的感觉，它有点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呢，从地图上看，它只是跟温哥华，尤其是 Burnaby、New Westminster， 它就是隔了一条河而已。它跟很多的边上的地方都有接壤，甚至呢，它还和美国接壤，有专门通往美国的关口。那我们以前去美国，去西雅图呢，都是要从那边走的。而且这个 Surrey 啊，是一个移民的天地。
这边的亚裔人口，我相信是超过50%，而其中最多的呢，就是印度人。据说印度人高达30%以上，而华人呢大概不到10%，但是有逐渐增多的趋势。而印度人呢也很有意思，他们这个国家种族、种姓、宗教非常的复杂。在他们国家有一个非主流的教派叫 Sikh 教，就前段时间有一个 Sikh 教的领袖在加拿大被暗杀，据说呢跟印度的政府有关啊，因为他要闹独立。而这个 Surrey 呢就是 Sikh 教徒的大本营，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区分他们是属于哪个教派的。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们那些印度教的教堂上面那些屋顶不太一样，大概可以区分哪些是 Sikh 教的教堂。所以呢，这个相对于在他们的国家受到迫害啊，或者想要独立，结果就造成了很多人呢只能逃离家园，在加拿大这边呢安身立命。而这个中间呢就有很多人呢就聚集在 Surrey 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这块地方呢其实却是大多伦多地区第2大的城市，人口呢也是第2多的地方。你看啊，我们在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四周看一看。现在走的这条马路呢叫 University Drive， 你可以看看啊，这个四周全部都起了高楼。相信呢前方不远处就有一个地铁站，这个地铁站呢应该就是 Surrey 中心。再下去呢终点站呢叫 King George。我呢今天目的地就是 King George， 但是呢提前2个站下来就是想看一看啊，这个 Surrey 这个 SkyTrain 的沿线发展的一些状况。你看到这些皮肤黑黑的但是鼻子高高的都是印度人。这些印度人呢，我觉得他们在加拿大应该是找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的生活的场所。第一的话呢，他们相对而言，他们对西方的文化，包括他们的人种相对来讲，它也是属于白种人的一支吧。而且在英国的这个殖民统治下，他们的上层人物或者主流的文化意识里面呢，含入很多的这个英语的元素，所以对印度人来讲有很多人呢是懂英语的。这边呢我就看到了这一片新兴的一个城区，相信呢这里就是他们 SkyTrain 的叫 Surrey Central 的地方。上面没有人，我就骑到对面一个巨大的汽车站。发展的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中心区域这应该是一个 mall， 写的 Central City。
以我个人而言啊，未来的10年应该是属于 Surrey 黄金10年。第一的话呢，移民的越来越多的增加，尤其是华人对这块地方越来越有兴趣。那么背后的现实呢，肯定就是因为在其他的大温地区的地方呢，实在是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尤其是房子。那么这边呢，还是一片洼地。第二的话呢，整个国家的经济在移民的推动下，确实也算上了一个台阶。那么这种经济的外溢啊，慢慢呢就从大温地区的其他的城市啊转移到了这边。而且呢，美国开始要搞基建了啊。那么首先第一条高铁线路啊，据说就是西雅图到 Surrey。那所以呢，趁着这个发展的东风啊，Surrey 在未来的这个10来年里面，应该是会发展的越快。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这条挺标举的马路上。那么从这条马路骑下去呢，下一个站啊，就是挺标举这个 station。这个 station 呢，现在是 SkyTrain 的一个终点站啊。当然，目前来讲好像没有计划向下延伸，但是以后呢，肯定是要继续往下建，要建到兰里就边上的另外一个城市。这感觉呢，这个地方还不能说很完善啊，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城市这样的发展的格局。但是呢，蓝图已经有了，应该假以时日啊，其实这个地方呢会连成一片，就会变成更加宜居，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城市的模样。变成红灯的时候呢，也可以看看。现在我正在骑行这条路呢，就挺角咀，是Surrey的一条最主要街道。大家可以看看边上那些高耸的住宅大楼，边上的这些包括大统华在内的沃尔玛等等的这些大超市，也是应有尽有了。对面呢，那个像船一样的这样建筑物啊，就是他们的车站，就是他们的终点站。边上呢，肯定也是一个大漠，所以生活呢是越来越方便了。就是Surrey这边唯一的问题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教育还不够重视，或者说这边学区呢，都不是很好，也可能印度人没有像我们华人那么重视教育吧。当然这个也不能妄加评论啊，就只能就事论事的说呢，这边的学区学校的分数都不是很高，这个是主要华人到这边来的一个蛮重要的因素。我看到这个马路对面呢，也是 Concord Pacific， 就李嘉诚那个公司啊，在加拿大也是风生水起啊，如鱼得水。正好这个地方可以看一看啊，就是这么一个车站，边上一个奇形怪状的一个墓，而边上更多的都在兴建当中。很大的一个区域应该就是这个结合这个地产公司的发展的楼盘。
怎么说呢？刚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啊，肯定有些凌乱。很多设施呢还没有完全的完善，但是呢，现在应该确实也算是一个价格的洼地了。我相信很多人呢，有眼光的人应该已经提前买入，但据说这边的独立屋呢，价钱已经升到一个几乎跟大温地区其他城市啊平齐的地步了。所以呢，有资金的人啊，资本雄厚的人，财力比较强大的人呢，肯定都是占到先机的啊。在别人还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呢，他已经看到了机会，提前了布局，假以时日呢，就会有收获的这一天。然后呢，现在走到这些外围的地方啊，基本上啊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所以呢，我也就往回走吧。可以看到啊，左侧的这些楼房都是新的，很多呢还没有完工。相信呢会有更多的这些高楼啊拔地而起。我们把镜头转过来啊，看看这个街区1-2年以后就是完全崭新的面貌了。就在这个附近呢，有2个大统华的华人超市，就是卖那些华人比较需要的生活用品的地方。那你可以想象啊，像这些华人超市和新进入的华人移民呢是相互成就的。先是有了移民啊，就会有华人的这些超市。有了这些超市呢，就会有更多的华人的移民。另外一个呢，起楼啊，或者说有一定能力的，就跟着这个协和走的，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这些大公司的这些高层的人员啊，在他们的布局之前呢，都做了很多的调研。这需要比你个人要做的精细的多，更有前瞻性。所以基本上来讲啊，你只要有能力跟着这些大的企业，他们的发展上的楼盘是比较值得购入的啊。应该说购入的话呢，就不容易出错。
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低矮的以前那种商业小广场，我相信要不了多久呢，都会变成高楼大厦。所以加拿大这个国家呢，它的很多城市也在发生快速变化。就以前呢，完全就是美国式的，但现在的话呢，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像亚洲城市这样的国家了。看到马路对面呢就有大统华，虽然不需要买什么东西，但是呢也打算到这个附近逛一逛。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地方足够大，应该说发展前景，在将来的某一天应该是可以媲美篮球烫的。对面呢就有大统华 TNT 的招牌啊。虽然呢这边还没有形成都是中文招牌的华人的商业街区，但我相信呢，假以时日，这样的地方一定是会出现的。最起码呢，我已经看到了那些中文招牌的餐馆了。我呢，就是骑个单车，随处走走而已，看看各个城市的发展面貌，就当是城市观光了。这个站呢很短啊，现在已经从这个新交局来到了应该是 Surrey Central 的这个站吧。好，那我就准备去搭车了。相对而言啊，
就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现在呢还是稍稍有些混乱的地方。我看对面呢已经有很多的中文的餐馆了。相信就是应该从这里上去吧。哦，没想到这里有那么多人呢。University train from platform 2. Thank you.
呢，我在这个叫哥伦比亚的站转车，转到和贝伦山场的取得。这一段呢就先开到这边，等一会儿我们再开始新的一段行程，跟大家说一声再见，谢谢观赏，拜拜。